天下果真有如此好地方。南宋末年，黄道婆离开家乡，来到海南崖州，与黎族姐妹们一起劳作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。千百年来，国泰民安、丰衣足食，是中国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描绘，也是古代先贤们的殷切期盼。元贞年间，黄道婆从生活了近40载的海南崖州归来，在家乡松江府乌泥泾推广先进的织棉、纺纱、织布技术，并改革纺织工具，成为宋末元初杰出的棉纺之家，对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在崖州之时，当地人给予我诸多恩惠，返乡途中听闻朝廷颁发新政令，此乃纺织劳作之新契机也。吾愿以此手艺传以众人。黄道婆用纺织技术带动家乡人民实现富足的生活。几千年来，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期盼。今天，华夏儿女正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。2021年6月，一部反映东西部协作、对口扶贫宏大时代命题的电视剧《山海情》风靡一时。剧中人物搬离西海固，从苍凉走向美丽，从贫困走向富裕。所谓山海情，便是此情能翻山海，山海亦可平。山是宁夏的泾源县，海为沿海的福建厦门，情是相距2000多公里的对口帮扶情。那么，山与海的再次相遇，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？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坐落在鼓浪屿岛上，植物研究者郑国华正在进行一场实验。他在对话的种子选手便是鬼见雨。鬼见雨的学名是卫矛，它的全株可以入药治疗癌症，种子还可以榨油，是经济价值极高的植物。郑国华正在培育从宁夏泾源带回来的卫矛种子，希望缩短它的发芽时间，增加产量。2021年10月，郑国华来到宁夏泾源县科技局挂职。当地大力发展以卫矛为主的苗木产业，但近年来受苗木市场饱和因素的影响，这一扶贫产业逐渐陷入困境。当地农民只看到了卫矛科植物的绿化价值，忽视了药用价值的开发利用。这个苗是扦插这个深度一般就是1到1.5厘米就行了。哎，这样。卫矛要产生药用价值，需要有足够的产量。但是目前卫矛的生长周期缓慢，发芽时间过长，难以匹配药用市场的需求。为了更好地了解生长期的植物活性，掌握卫矛的药用价值，郑国华和同事们来到野外采集不同海拔和光照下的卫矛枝条，扦插种植进行比对实验。这个现在目前就是这个木栓片，还有这个枝条的皮，在这里面有什么活性？我们现在就是想把它弄清楚。近年当地的植物资源相当丰富，但开发利用程度较低，因此我就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基础工作做扎实。今天大丰收，大丰收。这个我们现在就拿这个放上。尽快为当地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。作为推广，可能就更有经济价值，是吧？经过分析，郑国华发现，要想改变卫矛的生长周期，需要从种子入手。
而在宁夏泾源县挂职的日子也接近尾声。比较高，比我们在比较好，也有人在研究。担负当地百姓期望的郑国华，带着收集的卫矛种子回到厦门鼓浪屿的实验室，继续他的育种研究。经过一个冬天的酝酿，郑国华将种子唤醒，开始播种。对，就这个可以，这个一排排种下去的，你间隔宽一点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试验不同的处理方法，来缩短种子休眠期，尽可能提高种子的发芽率，为将来推广种植、储备种苗的繁殖技术。精选的种子选手们被安排在这个试验温床里，他们将在这里经过漫长的生长，等待破土的那一刻。这也是培育项目最关键的一步。经过郑国华和同事们的努力，年前培育的卫矛种子存活率居然高出1倍，同时发芽周期也缩短了1倍。第一代培优种子的经验很快在宁夏泾源县进行技术推广。咱们那边卫矛情况怎么样？如今在宁夏泾源县，当地农民充分认识卫矛科植物的药用价值，不再单纯的作为普通的绿化苗木进行销售。那个木栓是大的，也有的木栓比较小的那种。万物生长，四季更迭，而郑国华的春夏秋冬都是在等待一颗种子的萌芽。能够帮助农民们收获致富的技术和方法，我们当时的努力就没有白投入，很有价值。主要是只有当地百姓需要你的帮助，而这又是自己擅长的工作，这当然就是一种幸福。新时代的山海情仍在继续，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。我等努力之下，必将有好的结果。近千年前，黄道婆曾致力革新的棉花种植技术，如今正在拥抱数字时代。新疆近3700万亩棉花田，占全世界1/10的棉花在这里生长。今天，新疆有近700万人靠种棉花生活，棉花成为他们致富路上的幸福之花。72岁的沙蒂克热西提，家里种了几十亩的棉田，这是他们一家重要的收入来源。眼下采棉季即将到来，但儿女又不能回到身边，沙蒂克和老伴儿曾为此忧心忡忡。2020年，新疆棉花在全球的需求缺口达到100多万吨，而农业技术的进步让棉花的品质更高，也意味着更多的收入。这个采棉季，农业技术团队集结了1000架无人机，来帮助向棉田喷洒脱叶剂，以便大规模采收棉花。这种方式可以高效地完成原本几十人需要忙碌几天的工作，以精确到厘米级的飞行精度，能精准识别每一株作物的病害和生长情况，调整喷药量。植保无人机以60倍于人工的速度，为当地的棉农节省了40%的农药，增产2.2亿公斤，相当于多做了1.5亿件 T 恤。如今，更多高科技的设备投入到了棉花的种植环节中，让像沙蒂克一样的棉农们在幸福的致富道路上越走越宽阔。4000公里外的广西蓉水苗山里，共同富裕的故事，由从山沟里来又回到山沟里去的村干部杨宁来续写篇章。哎呦，丰收！正值8月，广西蓉水的苗山里，
杨宁和乡民们正采收成熟的高山泉水西瓜。苗村关农产品电商服务中心今年的网络订单又增加了一番。如今驻村工作做得风风火火，但杨宁也曾经怀疑过自己的选择。2010年，毕业于广西大学的杨宁来到农村，做了一名村官。江门村也迎来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生村干部。和城市差别太大了。当时我们的这个村委啊，这个下雨的时候也还会漏雨啊。也有这个想过，是不是自己这个大材小用了？杨宁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选择苦恼，就迅速投入到了工作当中。富裕二字对江门的村民来说还是有点遥远。这里山多地少，交通闭塞，各项基础设施薄弱，农业产值极低，这让刚刚工作的杨宁陷入了沉思。2014年，我尝试种辣椒，所以很多失败了，亏了16万多。不过，杨宁不愿就此放弃。那我说，那我们就搞个干吧，厨房型的，贷款20多万，气候太冷了，又失败了。一次次带领苗山乡民致富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，杨宁也曾怀疑自己的能力。到2017年，把这里的婚房卖了，做这个紫黑香糯，背水一战了。在融水，梯田里种植稻米的传统已经延续1000年。杨宁与村民共同商讨，能不能用苗族传统的稻加鸭加鱼共作模式种植高山紫黑香糯。如今，江门村的梯田里每亩可以放养13只香鸭，150条荷花鱼，农户的收入比原来提高2倍。大家一起努力周转，相关本身的康庄大道上，要不要？看得见的收益让杨宁获得了村民的信任。只有向下扎根，才能向上生长。多年的驻村生活，江门村386户农民都成了杨宁的家人，每户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杨宁的家务事。快乐啊！杨宁阿姨一人啊，不过生日6呢。杨宁姐姐，她在村里面，我就感觉很安心，像我的亲的姐姐。华哥，华哥，加油啊！这一次的成功让杨宁迈开了步子，越战越勇。大家好，我是融水县江门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杨宁。然后呢，这个土猪呢是海龟饲。为了让大山外面的人认识江门村，杨宁开始将互联网经济引入江门村，成立了苗村关农产品电商服务中心，让村子里的特色产品成为网红。杨宁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我们，他只做了一件事，让苗山乡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。2021年2月，杨宁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奖章。很多人说，其实你获得这个荣誉，你完全可以离开江门村了。我就想，就因为获得这个荣誉，信心更坚定了，更应该要待在江门村。从决战决胜、脱贫攻坚，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从实现全面小康到迈向共同富裕，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像江门村这样的村寨正发生着巨变，汇集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之以渔。若能将图纸做出，岂不带来更多益处？
水送山迎入富春，一川如画，晚晴心。元代名士黄公望曾隐居于钱塘江上游的富春江处，并于此作下《富春山居图》这幅传世名作。今天的富阳，除了保留传统文化的特色，还在城乡美丽经济的带动下，展开新时代《富春山居图》的美丽画卷。民宿老板娘赵小儿和先生刷洗着收纳了1年的渔具用品，以迎接每年1度的江鲜大会和到时络绎不绝准备尝鲜的旅客。我们东子关呢，因为是靠富春江边的，然后7月1号呢就开始可以捕鱼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举办一个开渔节，客人会比较多。每一天就是来了10万到20几万，我们整个村子都被客人挤满了。赵小儿是东子关村1720栋的住户，也是民宿7池的主人。这已经是他把自己的家变成民宿的第6个年头。照片非常好看。依托小镇本身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富阳区政府筹建改造了一批杭派民居。筹建初期，就明确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根本，并与民宿经济相结合。目前1746户新居中，已有22户人家开了民宿。之前呢，我们这个东子关呢，其实也是很破落的啊，也是环境也是很差的。也是因为新农村建设，所以呢，政府呢就是把我们东子关就作为一个点。这个房子我们只要出那个成本价就可以了。今年，赵小儿邀请了一位神秘人物，江鲜烹饪大厨柴增建，共同竞逐开渔节的重头戏江鲜大会。今天的是特色石锅鱼，用。这位柴大厨是每年7月开渔节的重头戏江鲜第1锅的唯一掌勺人。今天几个客人？那今天晚上肯定是那个了，肯定被包圆了啊。为了在江鲜大会上一炮打响，赵小儿打算联合柴老板推出7池民宿的创新菜石锅鱼。柴老板决定提前试制新菜，他要亲自去鱼市走一趟。因为它鱼不一样，鱼多多少少会有点不一样，包括它的肉的紧实度啊，包括它可能是有些是像江里面抓上来，可能这个下游跟上游这个鱼又不一样。挑到了上等的包头鱼只是第1步，用独家料包腌制后，放在大锅中进行4个小时的熬煮。这4个小时，柴大厨一点也不能怠慢，每一条鱼他都会调整制作方法。倒出来以后，因为它胶质含量很高了呀，4个半小时汤汁很稠很稠了。把鱼吃完以后，他们鱼汤叫我烧面条给他们吃。啊，他们说觉得好吃，这是后来我自己吃的时候，这确实很鲜，确实很鲜。新的创意，赵小儿与柴老板都很满意，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客人栖居于此。你好，好，随便。未能抛得富春去，一半沟流是江鲜。赵小儿夫妻俩为这最新鲜的事业忙碌着，也幸福着。这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幸福生活。闲下来的时候嘛，我们因为东子关本身景色又美，所以我们都会到江边啊去走走啊。对我个人来说的话，我自己就很明显的，
这就很现实的。我通过这个江开了个江鲜馆，啊，在富阳县城里买了房子的。黄公望笔下，《富春山居图》定格了后人心中的富春山水，传世名画照进现实，一幅现代版《富春山居图》诗意舒卷，人人皆为创作者的同时，又都是幸福的画中人。你我皆可以己之力创造更多价值，互助之，齐富之，共赏美好生活。中国人民已经彻底告别了绝对贫困，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征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然而，脱贫摘帽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活、新奋斗的起点。从闽宁协作的《山海情》，到挥洒青春的《苗山情》，再到生机盎然的新时代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奋斗创造着奇迹。面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，正在书写前无古人的壮阔史诗。绿水青山中邂逅，自信的笑容，倒像我也正丰收。书声朗朗的问候，桃李传承着5000年的悠久。幸福中国，万家灯火。